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黄金市场深度报告。在本周的世界黄金协会报告中，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话题浮出水面 ：A season for Kelvin。这指的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任命。目前两位领先的候选人 Kelvin Hassett 和 Kelvin Walsh 都偏向了鸽派，这意味着未来的美联储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这对于黄金市场来说，可能是一个引爆新一轮牛市的重磅催化剂。与此同时，黄金在技术面上也发出了强烈的看涨信号，正准备挑战甚至突破历史新高。今天我们将深入解读这份报告，从宏观经济、市场数据到技术分析，为您全方位揭示黄金市场的未来动向。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本周市场的宏观大背景。根据报告的第2页高光部分，上周全球市场呈现出数据和政策行动的分歧。欧洲央行和北欧银行按兵不动，英国央行却意外降息，而日本央行则选择加息。在美国，虽然就业数据有所反弹，但通胀放缓，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依然紧张。这些复杂的信号导致全球股市涨跌不一，而美元和石油价格则小幅走高。现在请看报告第2页下方的市场表现条形图，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各大类资产的周度和年度表现。我们重点关注黄金和白银。黄金本周微跌 0.2%， 但请看它年度至今的涨幅高达惊人的 66.2%，而白银更是夸张，本周大涨 8.4%， 年度至今的涨幅达到惊人的 132.4%， 表现远超其他资产。这张图也显示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下降了4个基点，这通常对无息资产的黄金构成利好。接下来放到第3页，标题是关于黄金的全部。在上周回顾部分，报告指出，在连续5周上涨之后，黄金上周稍作喘息。周五伦敦金午盘价收于每盎司4338美元，周度微跌 0.2%。尽管有所回调，但 66% 的年度回报率依然非常亮眼。我们现在来看本页右侧黄金市场仓位周度变化图表。这张图显示的是全球黄金持仓的周度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12月19日这一周，北美地区的黄金持仓增加了大约10吨，而欧洲地区则流出了大约5吨。下方的图表则显示了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基金经理和前20名交易员的净多头头寸，以及黄金 ETF 期权和期货的持仓情况。这些都反映了专业投资者对黄金市场的参与度。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宏观经济的状况，我们来看第4页上周回顾。这里列出了上周各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美国方面，11月非农就业数据虽然反弹，但失业率也升至了 4.6% 的4年高位。通胀数据降温，但可能存在数据失真。中国方面，11月的零售数据增速创下了近3年的新低，工业产出增速也放缓至15个月的低点，显示出经济动能减弱的迹象。而日本则在通胀持续和出口强劲的背景下，将政策利率上调至30年来的高位，达到 0.75%。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理解黄金市场走势的重要拼图。现在请看报告信息量最大的一张图表，第7页的市场表现与头寸表格。这张表格全面总结了各大资产的表现和仓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上周五收于 4337.6 美元，周跌幅 0.22%， 但年度涨幅为 66.25%。在仓位与流动这一栏，黄金的净多头头寸占比为 18%， 与前一周持平。更有趣的是，未来回报部分，该模型预测黄金在未来4周和12周分别可能有 59% 和 62% 的上涨空间。
这张表格还详细列出了白银、石油、美元、标普500、纳斯达克等资产的数据，大家可以暂停视频，仔细研究一下。如果你也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系统化的方法来解读这类复杂的数据，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我们再来看第10页的 COMEX 仓位图表，这张图清晰地展示了 COMEX 黄金期货的持仓情况。截至12月9日，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为 387.7 吨，其他投机者的净多头头寸为 262.4 吨，总计净多头高达 650.1 吨。这表明市场上的看涨情绪依然非常浓厚。为了了解金价的驱动因素，我们来看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个模型将金价回报分解为不同的驱动因素的贡献。在12月19日这一周，黄金 0.91% 的回报中，经济扩张预期贡献了 0.37%， 利率带来的机会成本贡献了 0.14%， 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外汇机会成本和市场动量则为负贡献。这帮助我们理解金价上涨背后的具体原因。最后我们关注一下黄金 ETF 的资金流向，这是观察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情绪的重要窗口。请看第14页的周度 ETF 流入图表。上周全球黄金 ETF 总流入为 3.8 吨，其中北美地区流入 9.2 吨，是主要的增长来源，而欧洲则流出 5.9 吨。在下方的主要美国基金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 SPDR 黄金迷你股和 iShare 的黄金信托都有显著的资金流入，而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Gold Shares 则有小幅流出。而第15页年初至今的 ETF 流入图表则显示了更为宏观的图景。截至12月19日，今年以来全球黄金 ETF 累计净流入高达 749.6 吨，需求增长了 23.3%， 这充分说明了2025年是黄金投资的大年。现在我们进入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技术分析。请大家聚焦在报告的第6页，标题是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的标题已经点明了核心，黄金已经上涨至其重试4382美元的高点。报告明确指出，黄金近期完成了一个三角形延续形态，这种形态通常预示着原有的上升趋势将继续。尽管短期的动能略显不足，可能会小幅回调，但鉴于美元预计最终会走弱，且市场仓位并未过度延伸，报告认为我们看不到任何技术上的理由不去期待金价在适当时候创下历史新高，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看涨的判断。报告进一步给出了具体的点位，请看图表右侧的阻力位和支撑位列表。关键的阻力位首先是前高4382美元，这是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关，一旦突破，下一个目标将是4463美元，这是一个基于历史超买极端值计算出的位置。下方的初步支撑是在4272美元，这是上周的低点和13日移动平均线的交汇处。如果失守，则需要关注4213美元以及趋势线支撑4183美元。对于交易者来说，这意味着当前是一个关键的观察点。如果金价能够强势突破4382美元，上行空间将被打开。只要价格能守住4272美元的支撑，短期看涨的格局就不会改变。想知道如何精确利用这些关键点位进行交易决策的吗？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重要的经济事件呢？请看第5页的未来1周展望表格。在右侧的重点关注事件部分，报告提醒我们关注2件大事。第一是美国将在周二公布的第3季度 GDP 的第2次预估值，市场预期为 3.3%，
这将是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第二是亚洲方面，东京12月的通胀数据，这可能为日本央行下一步行动提供线索。我们再来看本页左侧的彭博通讯社预期详尽的日历，这周的数据非常密集。周三有美国的新屋销售数据，周四则有美国的核心 CPI 数据。这些数据，尤其是与通胀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指标，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并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政策预期，进而传导到黄金的价格。请各位投资者务必做好准备。如果你觉得本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深度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